Hello，各位大家好，我是 B。前阵子钢弹 G-Crux 动画总算是完结了，好，但是我们的模型还在继续出，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开箱这盒亲家农了。那我们今天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始めましょう。好，马上来看板件数量，总共9片。严格上来说啦，扣除光束件以及旁边小块的透明零件之后，只有7片，不会剩太多。补色贴纸配置很像红色钢弹，配色上也都很像哦。虽然看起来很多，但都是小区域的补色。那我们就进组装时间。好，各位，那我们这台亲家农算是组装完了。那在组装的过程中，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像红色钢弹。那其实会这样觉得也很正常，毕竟都是联邦设计出来的啊。好，所以那今天呢，不如就直接来比较一下红色钢弹和亲家农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异性存在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外观大致上的轮廓。那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的亲家农还有之前的红色钢弹，那他们其实真的长得很像啊。那但是我们把它摆在一起之后，就会发现说，亲家农整体的轮廓还比红色钢弹大上1寸哦。好，那从一些比较明显的地方，像肩胛啊，然后大腿，还有脚掌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哦，它就是比红色钢弹还要大一点。好，那本来会以为是零件沿用。结果没想到，因为都是大上1寸，所以都是全新开模。然后再来分色上其实也不太一样。那可以看得出来说，这次的亲家农，像它这个肘关节的部分，还有后面这个大腿后方的地方，这边呢黑色分色呢，它也有直接做出来。还有这边膝盖关节旁边的这个应该是圆形装甲的部分，它一样也有做分色出来。不过啦，这是我刚刚翻了一下红色钢弹的组装说明书。那其实红色钢弹在刚刚讲的那3个地方是都没有分色的那其实也可以说万代在红色钢弹上面就没有什么偷懒的地方啦。那再来其他分色，红色钢弹有的，这台亲家农也有，但是红色钢弹没有的，抱歉，这台亲家农也没有。像是手背的这个地方，这个手背的地方上次也有讲过，它应该是要有这个黄色的支架，但是呢，它一样是做成一体成型的部分，就还是像黑色的那这个颜色呢，一样要自己去上。那补色贴纸的部分基本上就跟红色钢弹差不多好像是这个前臂这边这个黄黑标示的地方然后在大腿的部分黄黑标示的地方，武器挂架然后肩胛上的警示灯这些，这些都跟红色钢弹长得一样但是其实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像红色钢弹前臂这边，它这个黄黑标示的地方，那黑色是一片一片贴上去的但是我们亲家农这边是黑黄一整片就直接给你贴上去，那其实这部分蛮好的。那因为这样子一整片贴上去的话，它就不太会掉下来，在把玩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戳下来啦。然后还有肩胛警示灯这个地方，肩胛警示灯这个地方呢，那像红色钢弹它本来是做一个凸起造型但是这一次我们的亲家农，那这个警示灯的地方它就做凹槽，那在把玩的过程中它比较不会掉。那我之前红色钢弹就是一直狂掉，只能再把它贴回去这样子。然后其他补色贴纸的部分就分别在眼睛然后肚子4个灰色的细节地方还有侧裙甲这个圆洞的位置，还有这个中间绿色感应器的位置然后这次的头部设计也很不错这次头部的这个面罩，它是采用透明零件
好，所以可以微微的看见里面的这个眼睛的部位。那上一盒呢，我组的这个结合骨骼，我就很希望有这样的设计，所以这一次这么做，我个人是超级喜欢哦。然后躯干这一次啊，就给人一种就是很精壮的感觉，就红色的钢弹摆在旁边之后，就很像是一个刚健身的人 VS 健身5年的人哦，这个精壮感是直接拉出来，它整个很宽大。然后像胸部这边的能量罐哦，它的这个能量罐也是采用一个分色的处理，然后中间有一颗这个是很像小米监视器的部分，那是第一次看见这种设计啦，应该就是监视器啦，我个人猜。好，那我们来看手掌。这一次手掌是真的给的很大方。那本来手掌呢是默认的双手持握武器哦，那这一次呢就是双手开掌就全部一起给你。真不愧是非主角级的待遇，这一次直接通通给。那当然你要把右手开掌直接装在红色钢弹上面也是可以，那这个尺寸是相符的哦。好，接着来看一下它的武装，就是标准的一把光束步枪，还有这个光束剑。那光束步枪看起来就跟红色钢弹的差不多，不过外观细节上面就不太一样了啦。那光束剑的部分呢，就长得一样了。那从底座，然后还有到它的剑柄，然后还有剑身的长度，是完完全全的一样哦。那当然啦，如果你嫌这个轻加农它的武装真的太少了，那你也可以把红色钢弹的零件拔下来用，好，直接装浮游炮或是盾牌，直接在它身上，这些都是可以的哦。而且装上去之后，瞬间看起来就不好惹了。好，那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喷射背包的部分，或者说最后一集动画推出之后，它就真的叫核心战机了。本来当初组红色钢弹的时候，我还讲说，这应该不会是核心战机啦。不过目前在动画中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分离头身的功能啦。毕竟驾驶舱就直接在胸口，你要说它要瞬间转移过去，应该也是有点难度。应该就是单纯的喷射背包造型而已。没有，真的就是核心战机哦。然后两个背包其实造型长得就是一模一样。但是因为轻加农它就是没有这个红色钢弹给它挂盾牌这个洞。好，所以它也是全新开模。好，那不太一样的地方是，除了这个轻加农的这个大炮之外，好，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喷射口的底部。那这次喷射口底部是有做出分件还有分射处理哦。好，那这一部分呢处理的比红色钢弹还好。真的要再说一次，非主角机的待遇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万代的诚意。好，那我们接下来一样来聊一下可动。那一样，我们先从头部开始看哦。头部呢这个上仰还有俯视 ，OK 都是正常的水准。然后再来呢，这个左右摆动还有左右侧摆，好，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但是呢，左右摆动的过程中呢，要小心，就是很有可能，不小心就直接把整个头拔下来。好，然后再来这边脖子这边，其实还有一段关节，好，可以让这个头部，好，整个向前向后摆哦。不过它的下巴会稍微卡到需要注意一下。好，然后躯干的可动，那躯干的可动主要集中在肚子这边啦。那肚子这边呢，其实有两段关节哦。所以它其实这个弯腰还有这个后仰，这个表现上都很不错。然后再来是左右旋转也都没有什么问题，都很顺畅。好，所以让它摆出来这个钢加农的射击姿势，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好，再来看手部的可动那手部的可动这也是一样有这个外摆的关节，好，可以摆出比较大的姿势。然后再来是整个手的360度前后旋转然后再来是它的平举，平举呢这一次可以稍微超过90度哦，那整体表现还不错。好，然后再来看手肘，那基本上四肢红色钢弹能怎么动，基本上这只轻加农就是能怎么动。好，所以它的手肘一样，好，这次有两段关节，弯曲的幅度整个还不错，好，大概超过90度哦。然后再来是整个根部的旋转好，还有我们这个手掌的旋转，好，都是正常水准的表现哦。好，再来看腿部，那腿部呢这次一样没有这个前后裙甲的关系哦。好，所以前踢呢可以来到90度，好了，后踢的表现就更好了，可以稍微超过90度。好，然后再来看侧踢的部分，那侧踢的部分呢，这一次因为有这个固定的侧裙甲造型，好，所以侧踢表现比较没有那么好哦，大概60度而已。好，再来看膝关节，好，膝关节呢这一次同样有做2段式的可动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那这台轻加农它的小腿肚会比红色钢弹还要再来的凸起一点好，所以在可动的时候，好，会卡到这个大腿后方。好，那虽然说这个可动比较没有那么好啦，但是摆出高跪姿的姿势还是很容易。然后其余的大腿根部旋转还有这个脚掌的前后摆动，好，还有侧摆，好，这些都是正常的水准哦。那最后来看武装
那一样先从光束步枪开始看。那前端的这边有一个支架造型，好，可以任意调整成自己喜欢的角度哦。好，再来是瞄准镜，而瞄准镜呢同样啊可以侧面摆动，那这个角度已经超过180度了。好，那肩膀上的这个光束大炮，好，旋转角度大概就60度而已哦。不过其实这样就已经非常够用了啦，不用说特地转到什么超大的角度。好，最后是这个光束键座的部分，那旋转角度大概是150度左右哦。好，那以上就是这盒 HG 轻加农的开箱了。那真的只能说不愧是非主角级的待遇哦。像这个眼睛的透明面罩啊，那还有副的手掌零件，然后重新开模的这个喷射背包，那都可以感受出来万代的诚意哦。那这台啊，满分10分，我应该给8.9分。那只能说目前 G-Crux 的模型，我是真的都很满意，是没有买到会觉得很后悔的 feel 啦。然后之后的吉昂我也会开箱哦，听说台湾应该是延期上市，所以我目前还没拿到货。好，那希望今天的影片会让你更想买这盒 HG 的轻加农。好，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不妨帮我点个赞，好，或者是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支影片见，拜。